大家好，我是苏涵。最近人民币突然升值，很多人开始问：人民币走强，是不是说明中国的经济变强了？是不是美元要不行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手里的人民币更值钱了？那持有美元资产的人是不是亏了？出口企业是不是要难受了 ？A 股会不会涨？美股还要不要拿？债券会不会受到影响？银行利息会不会变得更高？普通人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警惕呢？今天呢，我不想单纯的告诉大家人民币接下来会涨到多少，因为说实话呢，短期汇率很难预测，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数字，它背后牵扯到美元周期、中国出口、资本流动、企业结汇、央行调控，也牵扯到一个更深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货币真正变强，到底要靠什么？今天呢，我想带大家从几个层面来看人民币的升值。第一，汇率到底是什么？第二，人民币为什么会升值？第三，人民币升值到底对谁有利，对谁有压力？第四，它对 A 股、美股、债券和银行利息都有什么影响？最后，人民币真的要变强，背后到底要靠哪些因素？看完了我的这期视频啊，你会发现人民币升值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好或者坏来概括的，它表面上看是汇率的变化，而深处其实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讲起，汇率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一听汇率就觉得这肯定是金融市场里一个特别专业、特别复杂的价格，但是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两把尺子之间的换算关系。美元是一把尺子，人民币也是一把尺子，汇率就是这两把尺子之间怎么换算。比如昨天呢，1美元能换7块钱人民币，今天呢，1美元只能换6块8人民币。这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其实是在问美国这把尺子和中国这把尺子，谁的购买力、谁的资产的吸引力、谁的信用、谁的资金流动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汇率它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价格，它背后至少有4股力量。第一就是物价，也就是通胀。一个国家如果长期通胀很高，那么它的钱在国内就会越来越不值钱，到了外汇市场上，它的货币也很容易贬值。第二，利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很高，那么全球的资金就可能会流进去，都想吃高利息，这就会推高这个国家的货币。比如过去几年美元为什么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利率高，全球资金都愿意去买美元资产。第三，要看国际收支，简单说就是这个国家的钱是流入的多还是流出的多。如果一个国家长期贸易顺差，经常账户顺差，就说明它在不断的赚外汇，外国人或者出口企业就要把外汇换成本币，那这个国家的货币就会有升值压力，因为需求大。第四呢，就是风险。如果一个市场觉得这个国家有风险，资本就会撤离，那这个时候就算这个国家的利率再高，也不会留住钱。所以你看汇率这个东西表面上看是个数字，其实它是一个国家的物价、利率、贸易、资本流动和市场信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外汇市场非常难以预测，因为这些力量经常互相打架。比如说利率可能会支撑一个货币的升值，但是风险可能让它贬值，贸易顺差可能支撑货币升值，但是资本的外流又可能抵消这股力量。所以当我们讨论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不能只问人民币是不是变强了，而应该去想是哪股力量在推动人民币变强，这种力量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人民币为什么会升值。人民币升值，我觉得至少要看3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贸易顺差，第二股力量呢是企业结汇，第三股力量呢是市场预期。让我们一层层来看。首先呢，贸易顺差，中国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赚回来的是美元，但是这些企业在国内又要发工资、付租金、还贷款、买原材料，很多支出呢还是需要人民币的，所以这些企业就要把赚来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这个动作在外汇市场上叫结汇。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企业卖出的是美元，买入的是人民币。那如果大量的企业都在做这个结汇的动作，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是不是就会上升呀？那人民币当然就有升值的压力。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它的货币通常都会有升值的压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顺差扩大不一定只代表出口强，也可能代表它的进口弱。因为贸易顺差是出口减进口，顺差扩大呢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口的明显增长，另外一种呢是进口没有跟上，甚至是进口偏弱。如果出口强，说明外需不错，那说明咱们中国制造有竞争力。但是如果进口太弱，那就可能说明国内需求没有那么热，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没有起来。所以人民币升值的背后呢，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中国经济过热了，它更像是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中国的出口有韧性，特别是一些机电产品、汽车、电子产业链、高技术制造相关的产品仍然是有全球竞争力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内的需求恢复并不均衡，进口不一定同步走强。所以顺差扩大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结构，外需仍然拖着中国制造，但是内需没有完全跟上。这个判断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如果人民币升值只是因为中国出口太强了，进口也很强，居民收入和消费都在走强，那当然是非常健康的那种升值。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背后，一部分的原因是出口强，进口弱，内需不足，甚至后者更强，那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全面利好，它更像是中国经济结构在汇率上的一种反应。所以这一轮人民币升值呢，我们第一层要看的就是贸易顺差，但是第二层要看的是这个顺差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出口强还是进口弱，是产业升级带来的还是低成本的竞争内卷带来的，是可持续的竞争力还是阶段性的外部需求，这就不能只看汇率这个数字了。那第二股力量呢，就是这个企业结汇。这个力量比贸易顺差更加短期，但是在汇率市场又非常的重要，它叫做结汇预期。当企业觉得未来人民币还会贬值的时候，这个时候它赚到美元以后肯定不着急换成人民币，因为今天1美元能换7.2块人民币，过几天呢可能就换7.3块，换7.4块了，所以企业就会想，我为什么现在换呢？肯定不换呢。那在人民币贬值的周期里面，很多出口企业就会倾向于保留多一点美元，不着急结汇。但是市场预期一旦反过来，大家相信人民币会持续走强，持续升值，那么企业的行为就会改变。今天1美元换7块钱人民币，如果过几天可能就换6.7块，那企业呢就会想，我是不是应该赶紧把这些美元换成人民币？于是乎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开始结汇，他们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人民币因此就会持续的升值。那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呢，又会造成一个循环，强化更多企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于是就有更多的企业结汇，企业结汇呢带来人民币的需求，人民币需求上升，又推动了人民币继续升值。人民币不断的升值，又会强化大家对升值的这种预期。这就是外汇市场里的自我强化机制。所以我们看到的人民币升值，很多时候也不只是基本面在变化，而是企业和市场参与者行为预期的变化。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汇率它不是单纯由事实决定的，它也由预期决定。而预期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改变现实。因为预期影响的可不只是出口企业，它也会影响到居民换汇。如果大家相信人民币未来会持续贬值，那么大家会提前换美元；如果大家相信人民币会继续升值，那么换美元的意愿就会下降，甚至会推迟换汇。预期呢，还会影响到国际资本。如果国际资本认为人民币稳定，甚至有升值的空间，那么他们在买中国资产的时候，看到的可不只是股票、债券本身的收益，这里面就还包括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收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国际资本担心人民币贬值，那他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甚至选择流出。所以汇率市场最重要的不只是今天发生了什么，而是大家相信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汇率有的时候会呈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周期性。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人民币会弱，于是呢，企业延迟结汇，居民更想持有美元，资本流出的压力变大，人民币就更弱。那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人民币会走强，于是呢，企业提前结汇，居民换汇的意愿下降，国际资本重新看待人民币资产，人民币更强。所以啊，短期人民币怎么走，不能只看出口数据，我们还要看企业居民和国际资本的预期有没有转向。贸易顺差是底层的推动力，结汇行为是短期的放大器，市场预期是自我强化的机制。讲到这里呢，我们自然会进入下一个问题：人民币升值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我的答案是不能简单说好，也不能简单说坏。人民币升值本质上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它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资产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让我们一类一类的来拆解来看第一呢，就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人民币升值通常是有好处的，因为人民币更值钱了。我们海外旅游、留学、买进口的商品、药品、进口的食品，或者使用海外的服务，理论上都会变得更加便宜了。比如你要去海外旅行，那人民币升值以后，同样的一笔人民币能换到更多的美元，海外消费的压力就会下降了。再比如你要给孩子留学交学费，人民币升值呢，也会降低一部分成本。或者你要购买进口的商品，或者你是企业家要进口外国的原材料，你也会受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有一个很直观的好处，就是我们买海外的东西或者服务变便宜了。那第二，对于进口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也是利好，因为他们要用人民币换美元更划算了，他们买进口的设备、原材料，甚至是进口的能源，这些成本都会下降。比如航空公司需要买航油，制造业企业需要进口设备，造纸企业需要进口木浆，一些消费品的企业需要进口原料。那人民币升值以后呢，他们的进口成本就会下降，成本下降，企业的利润就会有修复的空间。所以对于进口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通常也是偏利好的。当然，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呢，人民币升值就未必舒服了，因为出口企业呢赚的是美元或者外币，最后呢要折成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升值，同样的100万美元换回来的人民币就少了。对于利润率比较薄的那些出口企业来说，这就会直接压缩他们的利润，尤其是那些靠价格竞争、靠低成本优势出口的企业，人民币升值让他们的压力更大。比如一些纺织、家具、玩具低附加值制造的出口企业，如果他们本来的利润率就不高，人民币升值就会直接吃掉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所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不一定是好消息，但是它会倒逼企业做一件事儿，就是你不能永远卷价格战，要么你提高你的生产效率，要么提高你产品的附加值，要么你干脆拥有自己的品牌和定价权。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反面就是进口商品便宜之后，也会压住国内的同类商品价格。因为如果进口的东西变便宜了，那么国内的同类商品价格就很难再涨上去。比如说进口奶粉、进口化妆品、进口汽车零部件、进口水果变便宜了，那这个时候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就会面对一个问题，进口的产品都这么便宜了，那你国产的能卖的比它还贵吗？你同样的价格，你的质量有人家好吗？那国产的如果没有人买，那你是不是得降价空间更大才能卖出去呢？但是你一降价，那你的利润就更薄了，利润更薄，企业就不敢给员工涨工资，不敢扩招，不敢投资，甚至还得裁员降薪，降本增效。那这个时候，对于在这些企业打工的员工来说呢，就可能会丢掉饭碗；而对于这类企业的大中小老板来说，至少他们赚到的钱就少了。所以对于这类人群来说，人民币升值不一定是好事儿。所以大家看人民币升值不是单向的好，也不是单向的坏。如果一个国家的问题是东西太贵，通胀太高，那么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降低进口成本，压低本国物价。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问题是需求偏弱，价格涨不上去，那么进口的商品再便宜，就可能会让国内的企业更难提价，更难赚钱。这就是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的一个微妙的影响。
它对消费者来说是便宜了，但是对一部分国内企业是利润压力。它对于进口企业是成本下降，但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呢，是收入折算压力。所以当我们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的时候，不能只说人民币涨了是好或者是坏，而应该去想谁受益，谁承压。这个升值背后是短期的资金行为，还是长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呢？人民币升值呢，除了影响出口、留学、旅游、进口商品，还有一个普通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人民币升值啊，对投资有什么影响 ？A 股会涨吗？美股还要不要拿？债券怎么样？银行利息会不会更高？咱们一个个拆开来看。首先呢，对 A 股和港股来说呢，人民币升值呢是偏利好的影响，但也不是全面的利好。因为 A 股本质上是人民币资产，如果人民币更稳定，甚至形成了升值的预期，那么海外资金就会看中国资产的时候啊，不光看股票本身会不会涨，还会看到它的汇率的收益。也就是说，外资这个时候买 A 股就可能赚到两笔钱，一笔是股票价格上涨的钱，一笔呢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收益。所以人民币升值通常有利于对人民币资产信心的修复。但是这不等于人民币升值 A 股就一定全面上涨，因为股票上涨啊，最终还是得看这家企业的盈利、政策的预期、资金的流动和估值。而且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进口成本高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是利好。比如说航空公司、进口原材料占比较高的制造业，还有部分的造纸的企业、部分消费品进口商，他们用人民币买海外的能源、原材料、设备会变得更便宜。但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呢，人民币升值就未必舒服了，因为出口企业赚的是美元，最后呢要换成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升值，那同样的100万美元换回来的人民币就少了。所以纺织、家具、玩具一些低利润率的出口制造企业就可能会承受压力。所以人民币升值呢，对 A 股不是全面的利好，而是结构性的影响。它利好的是那些人民币资产属性强、进口成本下降、外资偏好的板块。那压力比较大的是出口企业占比高、利润薄、靠价格竞争的企业。接下来呢，我们看对于美股和美元资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的美元资产折算成人民币以后呢，就会缩水了。很多中国投资者买美股，只看美股本身涨没涨。其实我们买美股是有2层收益的，第一层呢是美股本身的涨跌，第二层呢就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变化。假设你买了1万元的美股，美股如果涨了10%，你的账户呢变成1.1万美元。但是如果这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那你美元再换成人民币就变少了。所以你要是换成人民币的实际收益就会被汇率吃掉一部分，对不对？当然，人民币升值不代表这个时候美股不能买啊，它只是提醒我们如果买美元资产的时候，不能只看美元的价格，还要看人民币计价之后的真实收益。中国人买美股，你要看的是2笔钱，一笔是股票涨的钱，一笔呢是美元对人民币变化的钱。因为你也可能亏2笔钱，一笔是股票亏了的钱，一笔是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损失。所以人民币升值阶段啊，美股啊不是不能做，而是你自己知道你在承担外汇的变量。接下来我们来看债券啊，如果是中国债券，人民币升值通常是偏利好的，因为人民币升值呢会增强人民币债券对外资的吸引力。外资买中国债券，一边拿的是债券的利息，一边呢也是能赚人民币升值的汇率的钱，那么人民币债券这个时候的吸引力就会上升。另外呢，人民币升值会让进口的商品相对来讲变得便宜，对国内的通胀形成一定的压制。如果国内通胀压力不大，央行呢没有太大的动力加息，甚至在经济需要支撑的时候还有更大的空间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而债券的价格和利率呢是反着走的，利率下降，债券的价格上涨，利率上升的时候，债券的价格才下跌。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伴随着低通胀、宽流动性、利率下行的预期，那中国债券的价格通常会受益。
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背后呢是经济明显的复苏，股市风险偏好的提升，资金从债券会流向股票，那么债券也可能会承压。所以影响债券，真正我们要看的是利率，而不只是看汇率。但是如果你买的是美债，那么就要更加注意汇率了。美债本身呢是有利息，也可能会因为美国利率的下行而上涨。但是如果美元对人民币下跌，也就是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那么你折成人民币后的收益呢，会被汇率损失吃掉一大部分。所以中国人买美债要同时看美国的利率怎么走，还有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怎么走。接下来我们看人民币升值是不是意味着银行的利息会更高呢？答案是不一定，甚至很多时候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因为人民币升值和银行存款利率之间呢，现在没有一个自动的关联关系，不是说人民币升值了，银行就会得给你多的利息。银行利息高不高，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需不需要钱，通胀高不高，央行是想要收紧还是想要宽松，银行自己的负债成本高不高等等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过热，通胀很高，央行通常会加息，那银行的利息这个时候会上升。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总体需求偏弱，物价偏低，政策还希望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呢，那么即使人民币这个时候对外升值了，银行利息呢也不一定会上升。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之下，人民币升值反而可能会让央行呢在货币政策上更加的从容一点。因为如果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很大，那么降息呢会加大汇率的压力。但是如果人民币比较稳，甚至还在对外升值，那么央行支持经济、维持流动性宽松的时候，它汇率的约束就还小一些。所以普通人不要认为人民币走强，银行会给你更高的利息。更准确的说法是，人民币升值会让人民币现金的外部购买力变强，但它不代表你人民币内部的收益率会变高。也就是说，你拿人民币去换外面的美元，买进口的商品，去海外消费，你会更划算。但是如果你想把人民币存在国内的银行里，能拿多少利息，还是要看国内的利率环境。人民币升值对投资者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要押注单一的方向。我们的资产不只受股价和债券价格的影响，也会受到汇率的影响。A 股看重估，美股看汇率，债券看利率，存款看政策。这就是普通投资者理解人民币升值时应该记住的4句话。接下来我们来讲央行很多人会想了，那央行现在到底希望人民币升值呢，还是希望它贬值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问的有点简单了，因为对央行来说，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让人民币单边升值，当然也不能让它单边贬值，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稳。为什么稳这么重要？因为货币和汇率本质上是一把尺子嘛。我们日常的交易，企业做合同，进口商的订货，出口商的报价，投资者配置资产，都需要用这把尺子来计算。这把尺子可以适度的变长，也可以适度的变短，但是它不能像弹簧一样天天的剧烈晃动。如果汇率的波动太大，那么企业就不敢报价了，也不敢接长期的订单了。那居民呢会恐慌的换成他们认为更稳的外汇，投资者呢就会调整资产的配置，外资呢也会犹豫要不要进来。所以央行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市场形成失控的单边预期。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人民币会持续的贬值，大家就会去换美元，企业也不想结汇了，居民想拿更多的美元，资本流出的压力会变大，人民币更弱。但是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人民币未来肯定会持续的升值，那么企业呢又可能会反过来集中去结汇，居民这个时候不想换汇，资金可能会短期的流入，人民币会持续的在走强，出口企业压力会变大，市场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方向上的失衡。所以对于央行来说，关键就是节奏。人民币可以根据市场供需发生汇率的变化，但是不能太快、太猛、太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也不是固定的汇率，我们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市场供求会发挥作用，但是央行会通过中间价、预期管理、宏观审慎工具、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窗口指导等方式来避免汇率过动的浮动。很多人会把管理理解为简单的干预，但是其实更准确的说汇率管理的核心是预期管理。
央行要避免市场形成一致性的恐慌，也要避免市场形成单边的投机。所以，人民币汇率背后真正的关键词不是升值或者贬值，而是弹性和稳定之间的平衡。人民币需要有弹性，因为中国经济越来越大了，金融市场也越来越复杂，不可能永远把汇率锁死。但是人民币也需要稳定，因为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制造业大国也正在推动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我们的汇率不太稳，那别人就不敢用你的货币签合同、做贸易、配置资产。所以央行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人民币在合理的区间里面有弹性的波动，而不是形成失控的单边行情。这也是我们判断人民币走势的时候必须理解的一点。人民币可以升值，但是央行肯定不希望它升得太快。人民币可以贬值，但是央行也不希望它贬出恐慌。到这里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人民币升值的短期机制。第一呢，贸易顺差带来人民币的需求；第二，企业结汇带来短期的自我强化；第三呢，市场预期影响企业、居民和国际资本；第四呢，央行要的是稳定，不是单边升值。但是我还想往下再讲一层，因为人民币真正强不强啊，不能只看它对美元涨了多少。你不能说人民币从 7.2 涨到 6.8， 所以人民币就强了。这当然是一种强，但它只是对美元的强。一个货币真正的购买力要分3层看。第一层呢，是对美元的购买力。人民币升值以后，同样的人民币可以换到更多的美元，这当然意味着海外的消费、留学、旅游、进口商品就会变得相对更便宜，这是最直观的购买力。第二层呢，是对全球商品和资产的购买力，比如说芯片、软件、能源、黄金、全球的品牌、海外的房产、优质公司的股权、核心的专利和技术。这些东西的价格不是简单的由中国国内的工资决定的，它们背后呢有全球定价权，有技术壁垒，有资源稀缺，有金融市场的深度。在这些东西面前，人民币强不强，不能只看汇率，还得看中国企业有没有技术的定价权。中国资产有没有全球的吸引力？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没有足够的深度？第三层呢，是对本地劳动的购买力。这一层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中国生活，其实会感受到很多东西很方便、很便宜。比如说，我们点外卖很便宜，我们叫快递很便宜，找家政、维修、理发、跑腿儿，很多服务都比在海外便宜得多。很多人说，你看人民币的购买力很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购买力的强，到底是来自于人民币本身的强，还是来自于本地劳动力价格偏低？如果你能花很少的钱就能够买到很多人的时间和服务，这当然让消费者感觉到很舒服。但是我们站在劳动者的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很多人的时间被低价给定价了。我们一个人既是消费者也是劳动者。白天你希望自己的工资更高，晚上呢，你又希望点外卖的时候别人的服务和东西更便宜。你希望自己被企业能够高价购买，但是你也希望自己用低价购买别人的劳动。这就是低成本社会的两面性。所以人民币在中国本地服务上的购买力强，不一定是说本币强，它也可能是因为咱们劳动力价格低。这就解释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中国生活很方便，东西很便宜，但是同时又觉得自己赚钱很累，收入不够花？因为我们享受到低价格服务和产品的同时，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低价的劳动力体系重新定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汇率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所以人民币真正强不强，我们不能只看汇率，我们还得看中国人的收入有没有变多，中国企业有没有定价权，中国资产有没有吸引力，中国的服务便宜，是因为我们的效率提升了，还是因为我们的人力价格被压低了？而这几个问题比人民币对美元到底是 6.8 还是 7.0 更加重要。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真正强，背后到底要靠什么？我认为不是靠短期的升值，也不是靠行政手段把汇率固定在某一个数字区间。真正强的货币背后至少要有4个东西。第一就是高收入。一个国家货币强，最终要体现在这个国家普通人的劳动是不是更值钱。
不是让少数人用很少的钱可以买到更多人的服务，而是让大多数的劳动者都能够用自己的时间换来体面的收入、稳定的生活和更多的选择。如果一个国家的商品便宜、人力便宜，但是普通人的收入长期上不去，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墙是不完整的。真正强的货币不应该建立在本国人民的便宜的劳动力上面，它应该建立在人的价值变高上面。第二呢，我们要看高附加值的产业。一个国家要有企业能够卖技术、卖品牌、卖标准、卖系统、卖金融服务，而不是只靠低成本的制造。低成本当然是一种竞争力，但是如果永远只卷低成本，最后会陷入价格战和内卷。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吧。一个国家如果靠卖1亿件衬衫赚外汇，它当然能赚钱，但它赚的是辛苦钱、规模钱、低利润的钱。另外一个国家如果靠卖高端设备、靠工业软件、靠核心的专利技术，就能够赚到同样甚至更多的钱，他们赚的是定价权的钱。这两种赚钱的方式对货币的支撑是完全不一样的。卖衬衫，它靠的是规模、人工和成本的控制，但是卖高端的设备和技术呢，靠的是标准、品牌和定价权。前者是让一个国家很能生产，后者是让一个国家真正有溢价。所以强货币的背后呢，不能只是出口多，而是出口的东西有没有定价权。真正有全球定价权的企业，不是只会把东西卖得更便宜，而是让别人愿意为你的技术、品牌和服务支付溢价。第三呢，就是要有可信的资产啊。货币强不强，最终还是要看全球资金愿不愿意持有你的资产。别人愿不愿意买你的股票，愿不愿意买你的债券，愿不愿意长期持有你的货币，愿不愿意用你的货币结算贸易。这背后呢，不只是经济规模，还包括金融市场的深度、政策的稳定性、资产的回报率和制度的信任。如果一个国家的资产长期没有吸引力，那么货币短期的升值也很难变成长期的强势。但如果一个国家既有产业的竞争力，又有可信的金融资产，又有稳定的金融预期，全球的资金呢才会更愿意长期的配置它，而这个时候货币的强才有更深的根。第四呢，就是要有稳定的预期了。一个强货币不能今天让人觉得要大涨，明天让人觉得要大跌，它需要让企业、军民、投资者和贸易伙伴相信，这个国家背后的经济体是稳定的，政策是可预期的，资产是有长期价值的，收入和产业是有支撑的。所以，真正强的人民币啊，不是简单的涨几天，真正强的人民币应该是中国人民的收入变多，中国企业拥有了全球的定价权，中国的资产能够吸引长期的资金，中国的政策预期能够保持稳定，这才是更深层次的人民币的强。短期人民币为什么会升值？看的是美元的强弱、贸易的顺差、企业的结汇、市场的预期、央行的态度。长期人民币能不能真正的强，要看中国能不能从低成本生产大国走向高收入的消费大国、强产业定价大国和优质的资产大国，这才是人民币长期价值的根。最后呢，我们回到普通投资者，人民币升值，投资者该怎么理解？我总结有4点。第一呢，不要因为人民币升值就简单的认为中国的资产一定会全面上涨。人民币升值对人民币资产肯定是正向的因素居多，但真正决定资产价格的还是企业的盈利、经济的预期、政策的环境、资金的流动和估值的水平。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信心，但是不能替代企业盈利。第二，不能因为人民币升值了就简单的认为美元资产都不值得持有。美元资产本身有自己的逻辑，美股、美债、美元现金、黄金、全球资产的配置都不能只看人民币1、2个月的涨跌。如果你未来有美元支出，比如说留学、海外生活、海外消费，美元资产仍然有匹配的意义。如果你只是为了投资美股，那么就要特别注意汇率的风险。所以呢，不是美元资产不能够要了，而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持有它。
第三，不要因为人民币升值就期待银行存款利息会提高。人民币升值会让人民币的外部购买力变强，但是银行存款利息高不高，要看国内的利率环境。如果国内的经济还是需要支持，物价还不够强，政策还希望降低融资成本，那么银行的存款利率呢，就不一定会上升。所以人民币变强了，不等于存银行的收益会更高。第四，不要把家庭资产压在单一货币、单一市场、单一资产上，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去猜人民币明天是涨还是跌，而是要建立一个更稳的资产结构。人民币资产要有，美元资产也可以有，权益资产要有，债券和现金也要有，安全垫要有，长期增长的资产也要有。不要把所有的收益都压在某一个单一市场，也不要把所有的购买力都压在某一种货币当中。投资者要靠资产配置结构稳定的穿越周期。世界不是静止的，货币会变，利率也会变，贸易格局会变，资产的价格也会变。投资者要做的是在变化当中保持你配置结构的稳定。所以人民币升值，普通人该高兴吗？可以高兴一点，因为它说明人民币阶段性的走强，海外消费和进口成本会下降，人民币资产的信心也会有所修复。但是我们也要保持冷静，人民币升值不是终点，真正重要的是人民币为什么会升值，这种升值能不能持续，它背后是短期美元的变化，还是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提升？它是贸易顺差带来的，还是居民收入变多带来的？它是低成本的优势带来的，还是高附加值产业和强资产吸引力带来的？人民币升值不只是钱变强了，它真正在问的是中国能不能从低成本生产大国走向高收入、强资产、强定价权的经济体。如果这个转变能够发生，那人民币的强才是更扎实的强。如果这个转变没有发生，短期的升值也只是汇率波动的一部分。所以汇率它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来的不只是人民币对美元的那个数字，它照出来的是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产业能力、资产吸引力以及未来的方向。看懂世界，放对资产，我们下期见。